多年修行，我距离飞升成仙只差半步，光靠闭关苦修远不够。也罢，是时候出去走走了。家人们，今天是我们进入昆仑深处的第8天，目前状态还算不错。钱梦，咱们要不回去吧？这附近太危险了，除了那些猛兽，什么也没有啊。陆明泽，一路上你说了多少遍丧气话了？害怕你就自己回去。我这不是担心千梦吗？这是我爷爷留下的地图，已经走到这里，我不想放弃。走，快去看看。好美啊！快看，那里有个人。上钩了！他是在钓鱼。咱们已经深入昆仑，附近100里都没有人烟，怎么会忽然出现一个老人家？该不会是妖怪吧？别乱说话，我去问问。老人家，您怎么一个人在这么危险的地方？无妨，老头子我住了很多年了，倒是你们几个小辈怎么会到这来？我们是探险队，跟着一张地图找到这里的。地图？什么地图？这地图是我爷爷留下的。老人家，小姑娘，萧如风是你什么人？您认识我爷爷？果然，丫头，按照辈分，你应当喊我一声高祖父。什么？高祖父？那岂不是爷爷的爷爷？换句话说，你是我的玄孙女。老爷子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高祖父，那怎么不得100多岁？这老头看上去也就60多岁的样子，分明就是骗子。千梦，千万别信他。可是骗子怎么会忽然出现在这深山老林里呢？而且一口说出了小梦爷爷的名字。说不定是早有预谋的神棍在这里等着我们。这种人我陆家见多了，千梦信我没错。这是我当年亲手打造的玉佩，后来被分为2半。如果我没感应错的话，另外半块应该在你身上。这竟然是真的？怎么可能？您真是我的高祖父？你曾祖父萧平安，祖父萧如风，父亲应该是叫萧远。至于你手里的地图，也是当年我留下的，为的就是万一发生什么事，后人可以凭此图找到我。玄孙女萧千梦，叩拜老祖宗。乖孩子，快起来！乖孙，你怎么跑这来了？家里还好吗？爷爷在我小时候就过世了，几年前父亲也走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以后你就跟着老祖宗一起过吧。生老病死自有定数，但眼前这小丫头是我萧晨唯一的后人，定要让她无病无灾过这一生。老祖，乖孙给您养老。恭喜你啊，小梦，终于不用再当孤儿了。不会说话闭嘴！我操，有老虎！完了完了，这下都得死，怎么办？你们先走，我去试试他的斤两。小心！孽畜，休得无礼！好了，老虎跑了，千梦没事了。
老祖宗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能有什么事？老爷子，您嗓门真大。这道雷来的也太及时了，感觉就像是老爷子召唤下来的一样。召唤天雷？怎么可能呢？你电视剧看多了吧？这明显就是巧合嘛。也是，不过老爷子，下次遇到这种事，您可不能站那么前面了。是啊，千梦好不容易才找到您这么个亲人，要是真出事，他非得哭死不可。放心，我跟那小家伙熟得很，他不敢咬我。小家伙，这老爷子真爱吹牛，和我爷爷一个样。刚才都给我吓着了，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见到野生老虎。啊！千梦，赶紧扶老爷子进去坐着吧。对对对，老祖宗，我扶您进去。老祖，这真是你家吗？怎么感觉荒废很久了？这些年都住别的地方，我也是才回来。老祖，您在这还有别的地方住？是啊，在更深点的地方，你们估计不知道。那老祖，您先在门口坐一会，我们打扫完了您再进来。好，好，好。大仙，求求您放了我吧，我愿奉您为主。放心，我暂时不会杀你，你这条命，老头子我留着，另有他用。老祖宗年轻的时候还挺帅嘛。思妍，你在做什么？玲玲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香味？香味？你别说，好像真有，而且这味道有点熟悉，似乎是沉香。沉香吗？你们知道现在市面上沉香价格多贵吗？老爷子一个人住这种地方，怎么可能用得起？不会错，真的是沉香木。什么？这好像还真是。玲玲是考古出身，对这些东西研究很深。她既然说是，那应该错不了。你们在聊什么啊？小梦，老祖这套橱柜居然是用沉香木打造的。沉香木怎么了？现在野生的沉香木极其稀有，哪怕是最便宜的，一克也要上百元。这么贵？这么大个橱柜，少说200-300斤，岂不是要1000多万？上千万的宝贝，在我爷爷那也是极品中的极品。一个住在山里的老爷子，怎么可能有？这要是真的，我整个给他吃了。我操，多少？一套橱柜上千万，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。假的吧？一看就是演戏。山沟里的老头怎么可能这么有钱？万宝阁，那是龙国最顶尖的古玩商之一啊！赵无言，赵老更是万宝阁老阁主，龙国古玩协会的名誉主席，古玩行业的泰山北斗，他竟然也在看直播。我看走眼了。你看，我说了吧，赵老是行业内的大拿，他说的一定没错。赵老，这真的不是沉香？果然，这的确不是沉香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奇楠。赵老，您说这柜子的用料是奇楠？奇楠？那又是什么？奇楠号称沉香中的沉香，香中的帝王，只有上百年的极品沉香木，才有一丝丝概率孕育出奇楠。老爷子这橱柜价值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。用奇楠打造这么大的一个橱柜，就算是我爷爷也没法这么奢侈，这得多少钱啊？理论上，奇楠的价格能达到1万1克。多少？那只是理论上的价格，事实上，奇楠有价无市，历年来成交价只高不低。更何况，如果老夫没看错的话，萧老先生的这些奇楠，应当是千年极品沉香木中孕育出的极品奇楠，当为无价之宝。赵某愿以50万每克的价格，
求购这极品奇楠木，哪怕只卖我几克也行。如果不满意，价格还可以再谈，请仔细考虑考虑。50万每克，这么说来，这一套橱柜价值好几百亿。剧本，一定是剧本。赵老可是业内权威，谁能请他出面演戏骗人？能用得起如此昂贵的橱柜，这老爷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大龙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说要吃这木头吗？我帮你切小块点。你是不是傻？几百亿的东西，你切掉一点，把咱俩卖了都赔不起。那还吃不吃啊？不吃，不吃。这橱柜是老祖宗的，得问他老人家的意思。走走走，咱们去问问老祖宗。爷爷，有人开价50万一克买你那套橱柜呢。一个破木柜，还有人花高价买？破木柜，这可是极品奇楠啊！木中帝王，无价之宝。老头子，我不知道什么王不王的，这衣柜起初用着还行，后来我嫌它香味太浓，闻久了腻得慌，我也没几件衣服，干脆懒得用了。几百亿的橱柜，居然被老祖给嫌弃成这样，老祖真是太有个性了。老爷子，您这橱柜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年轻时周游世界，路过南洋爪哇，当时那里正闹什么独立，几个小伙子被追杀得很惨，我看他们行事作风还算对胃口，顺手帮了他们一把。求您收下我们的心意吧。爪哇是沉香的产地之一，可即便是这样，如此珍贵的奇楠，他们也压根没几块。价值连城的极品奇楠，居然被嫌弃成这个样子，老爷子真是太有个性了。那群爪哇人估计要委屈死了，明明送的是宝贝，却完全入不了老爷子的眼。老祖宗，那咱到底卖不卖啊？卖吧卖吧，留着也是占地方。不过别全卖了，这木头虽然不好用，可用来烧成炭烤叫花鸡，香味却是一绝。啊？什么？烤叫花鸡？老爷子还真是不拘一格，视钱财如粪土啊！这可是几百亿的奇楠木，居然用来烤鸡？极品奇楠，这可是极品奇楠木啊！老夫求而不得之物，他居然用来烤鸡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！老夫这辈子再也不会吃一口鸡。爷爷，附近新开了一家专门做叫花鸡的，可香了，您尝尝。吃，我让你吃。喜欢吃鸡是吧？长本事了是吧？爷爷，别叫我爷爷，你是我爷爷。赵老，老祖宗大意卖你奇楠木了。好啊，那个谁，爷爷，我在呢。立马给我订明天最早的航班，直飞昆仑。哈哈哈！1000个火箭，这可是足足100万啊！100万，在老爷子那几百亿的橱柜面前，顶多是开胃菜。老祖宗这么厉害，一套橱柜就价值几百亿，我猜这屋里肯定还有更了不得的宝贝。老祖宗，我们能不能仔细参观一下？哪有什么宝贝，都是一些不起眼的破烂，你们愿意看就看吧。老祖宗答应了，走走走。妍姐，快过来！怎么了？这不就是2朵小花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我总觉得这兰花和我们平常见到的不太一样。妍姐，你是生物学博士，你看看，这难道是什么？你快说啊！初步观察，很有可能是传说中价值1500万的水晶之兰。什么？一朵花要1000多万？一朵兰花要1000万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爷爷前2年从拍卖会上拍下来的君子兰也才100多万。你们不懂，这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名慧之一，又称幽冥之花。它的内部成分突破了传统植物的概念，具备极大的科研价值，却几乎无法移栽。曾经有个国家
耗时10年，想移栽一株水晶兰，最终却只存活了3天。那这怎么解释？如果这真是水晶之兰的话，将是生物史上又一次伟大的奇迹。不行，我要马上打电话给我的导师确认一下。喂，李教授，您在忙吗？有件事想请您帮忙。我正在做一项非常重要的实验，没时间。李教授，我这边的事也很重要。这个实验是学院今年最重要的项目之一，就算是我媳妇儿现在生孩子，我都不可能中断。思妍，抱歉了。是关于水晶之兰。你说什么？我在昆仑深处发现一株很像水晶之兰的植物，而且它被成功移植到了花瓶中。李教授，您仔细看看。是真的，竟然是真的！李教授，您确定吗？绝对错不了。我研究了几10年植物，这就是水晶兰，竟然真的被移栽成功了。思妍，不论付出什么代价，一定要将它带回来，这绝对能造成世界级的震动。李教授，这花是小梦老祖宗的，哪能我想带就能带？老祖宗，不管了。不论是谁的，我可以出钱买，3000万，不，5000万。5000万？李教授，您确定吗？确定，这可是有史以来第1株移栽成功的水晶兰，5000万不算什么。如果这水晶兰的主人不满意，还能再商量。老祖宗，我的导师想用5000万买您的水晶兰，不知您是否愿意？啥？这么便宜？还不如我养花的水值钱呢。那瓶中之水蕴含我的一丝灵力，可生死人肉白骨。当年末代皇帝抱着我的腿求了大半年，我才赏赐给他1滴。可为了养这花，我却足足用了小半瓶，亏了。老爷子，这几千万的花还没你那水值钱。难不成您这水是天上来的琼浆玉液，喝了能长生？长生自是不能，但延年益寿、强身健体却是没什么问题。这老爷子修仙小说看多了吧？我只是闻了闻这水的气息，平步多年的武道修为就直接突破了。要是能喝上一口，注意形象。花瓶里的水你也想喝？小伙子，想喝你就喝吧。没有。那老祖宗，这花你卖吗？算了，养了这些年，总归有感情了，留着吧。李教授，你也听到了吧？老祖宗不卖。思妍，再跟老人家商量商量，钱好说。李教授，我看还是算了。老祖宗一个奇楠木的柜子就价值几百亿，他压根不缺钱。什么？几百亿的柜子？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我也不清楚，老祖宗挺神秘的。行吧，这就是命啊。那我先挂了。等等，思妍，你身后那是什么？那朵红色的。您说这个？对，能靠近些，让我看看吗？李教授，这花没什么特别的吧？没想到啊！我李玉清有生之年，居然真能见到这朵传说中的灵慧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死也无憾了。李教授，这到底是什么花？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？你当然认不出来，因为这花已经彻底绝迹，全世界唯一的一朵，被大英博物馆珍藏，从不对外展览。我也是在我老师那里见到过一张老照片，才勉强能认出。大英博物馆，那里面每一件藏品都是无价之宝啊！此花名为仙雾红，乃是100余年前我龙国云锦苏家培育而出，专供皇家独享。传闻此花绽放时，连日月也要失色。可惜后来战乱，苏家被灭，培育之法也彻底失传。
传闻曾有人出资1000万美金收购此花，却以失败告终。100年前的1000万美金，现在岂不是要上亿？哼，钱，这可是世间仅存的瑰宝。云锦苏家已经灭绝，大英用了100年时间都没能培植出第二朵。用金钱来衡量这种绝世奇珍，简直就是羞辱。苏爷爷，这花您是怎么得到的呀？难道您认识云锦苏家的人？当年那个小伙子好像的确是姓苏，他那时被一群洋鬼子追杀，我明明已经将他救下了，可他嘴里喊着什么家族啊、苟活啊什么的，把花送给我后就自杀了。早知道就不救他了，瞎耽误功夫啊！云锦苏家被灭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事了。老爷子您今年贵庚？记不清了，应该至少有好几百岁了吧？几百岁？怎么可能？老爷子又吹牛呢。不过就算是吹牛，但那些东西假不了。老爷子当年肯定特牛逼。老爷子，难道您真把自己当神仙了？没有，现在还不是。这老爷子虽然神秘，但说话半真半假，让人云里雾里的。老先生，我恳求您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近距离观摩一下这朵仙雾红。只要您答应，要求随便开，哪怕是要我的命，我都没有怨言。四爷，你帮帮忙，跟老爷子商量商量，只要老爷子答应，今年的副教授名额，我拼了命也优先安排你。妍姐才多大？真要成了，应该就是行业里最年轻的副教授了吧？李教授，我也只能帮你问问，毕竟这是小梦的老祖宗，能不能成，我真不敢保证。乖孙，你跟这丫头感情很好。当初我去苗疆深处探险，误食毒蘑菇，要不是妍姐救我，我早就没命了，甚至都见不到您了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周丫头，那花就送你了。送给我？这种无价之宝，说送就送？老祖宗，您没开玩笑吧？老头子，我说话算话，从不轻易开玩笑。不行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如此价值连城的宝贝，老祖宗，您真就这么送了？别说只是一朵花，就算是天底下所有宝贝加起来，也抵不上我乖孙女一根头发。你救过我乖孙的命，老头子欠你一份情，这朵小花就当是给你的见面礼了。老祖宗，丫头怎么哭了？告诉老祖宗，谁惹你不高兴了，老祖宗帮你收拾他。自从爸走后，再也没人像老祖宗一样对我这么好了。傻丫头，你是我萧晨的孙女，从今往后，这天底下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。老爷子好霸道，我好喜欢。老爷子实力护犊子，价值连城的仙雾红，说送就送。我把我闺蜜吊起来抽半天了，她还是不承认自己有个老祖宗，羡慕哭了。你哭什么？太感人了，让我想起我爹走的时候。你爹不是还活着吗？那不早晚都得走吗？那这花我就收下了，多谢老祖宗。李教授，过些日子我就将仙雾红带回去。好，四爷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跟委员会其他人商量。你的副教授，呸，什么副教授？从今往后，你就是货真价实的正教授。谢谢李教授。是我该代清北生物系所有成员感谢你们啊！这朵仙雾红的价值远比你想象的高得多。我们清北生物学院要起飞了，哈哈哈哈哈！起飞了，起飞了！天快黑了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弄点食物来。老祖宗，您一个人住这种地方，平日里吃什么啊？老头子年纪大了，平日里不怎么吃东西。那怎么行呢？经常饿肚子会伤身的。老祖宗以后不能再这样了。好，听我乖孙的。老祖宗，您钓的这条鱼看上去很肥美啊，咱们今晚就吃它吧。别吃我，求求了，我不想死啊！乖孙女，这鱼还没长肥呢，现在可不能吃。
这条金龙距离千年之寿只剩下3日时间，届时千年修为汇聚成龙珠，那可是给我乖孙女筑基的上好灵物，现在宰了太可惜了。这样啊，那老祖宗您先坐会，乖孙去外面弄点野味给您尝尝。老爷子，您不知道吧？小梦可是国内顶尖的野外探险家，哪怕是在这种无人区，她也不会让您饿着的。不愧是我萧晨的乖孙女，真棒。不过到了老祖宗这，哪用得着你来忙活？我乖孙女饿了，想吃东西。老祖宗，您跟谁说话呢？待会你就知道了。不好，哪里来的这么多野兽？完了，我们被包围了。这他妈什么情况？这么多猛兽，我们根本冲不出去。我去试试他们的斤两。大龙，别冲动，待会我出去想办法吸引他们注意力。你们带着老爷子先跑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我跟你一起去。现在不是争抢这个的时候，你留下照顾老祖宗。行了行了，有什么好抢的？老头子跟你们一起出去。老祖宗，这时候您就别添乱了。老祖宗，危险，快进！好多野味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这是老祖宗的手笔？我乖孙女饿了，想吃东西。老头子一个人在这生活了这么久，和周围邻居的关系处得还算不错。老祖宗，您说的邻居，难道是那些猛虎、黑熊？这世间生灵本就没有太大区别，只要你们放下分别心，便也有机会沟通这天地间的万事万物。老祖宗，您到底还有什么本事瞒着我们啊？老头子，我会的东西多着呢，说上3天3夜也说不完，这些不过是小菜一碟。主管，萧千梦的直播间人气值忽然飙升，已经超过1000万，而且短短2个小时收到的礼物总价值就超过了200万。快把他的直播间挂上首页，给他最好的推荐位！快！老祖宗，您先歇会儿，乖孙去给您做饭吃，一会儿就好。你和老爷子好不容易团聚，还是留在这儿陪他吧。做饭的事交给我就行。那就谢谢你了，妍姐。跟我还客气。我去帮忙。这家伙看到吃的就走不动道。老爷子，您今晚可有口福了，妍姐的厨艺可厉害了。哦，对，妍姐做饭可好吃了，比很多5星级酒店的大厨都厉害。那我待会儿可要好好尝一尝。老祖宗，您快尝尝看，味道合不合您的胃口？呵呵，好。老祖宗，怎么样？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好像没有很难吃啊。这菜的味道有几分熟悉，教你厨艺的人可是姓王？您难道认识王天成王老先生？王天成，和平饭店的食神王天成。妍姐，你居然是食神王天成的弟子？不，我哪有那福气？我只是借着家里的关系，在一个偶然情况下被王老先生指点了几句而已。那些5星级酒店的饭菜，我也不是没吃过，感觉比妍姐你做的差远了。只是王老先生指点了几句，就这么厉害吗？王老先生的厨艺早就登峰造极，是龙国厨艺界当之无愧的泰山北斗。说实话，我这些本事还不到王老先生的1%。老祖宗，您还跟那样的人物认识呢？不可能啊！王老爷子认识的那都是国内顶尖的权贵，老爷子住山里，怎么可能见过？王天成，那是谁？老祖宗，您不认识王天成啊？我说的
是王小鱼。王小鱼好像没什么印象。等等，老爷子，您说的该不会是前朝最后一位宫廷御用总厨，号称300年来龙国第一食神的王小鱼？那小子现在的名号这么响亮了？何止是响亮，他老人家在厨艺界的地位无人能及。曾指点我厨艺的王天成老先生，正是他的小儿子。老爷子，您是怎么认识他的？当年帝都遭劫，皇城被血洗，那小子好不容易逃出宫，又被人追杀，我恰巧路过，就杀了那些追兵，把他救下。谁知那小子被救之后，跟狗皮膏药一样粘着不放，说什么要给我为奴为仆，给我当厨子。呵呵呵。还有这样的事？虽说那小子做的饭菜的确合我胃口，但我一个人自在惯了，不喜欢身后跟个小尾巴，就拒绝了他。记得那时候他还哭鼻子呢。没想到曾经的第一食神还有这样的往事。是啊，那小子现在还好吗？他老人家20年前就仙逝了。也是，终究是肉体凡胎，能活100多岁已经是高寿了。董先生，您怎么又来了？听闻王老先生身体不适，我特意联系了世界各地的朋友，寻来了一株1000年以上的老参，有延年益寿之奇效，还望老先生笑纳。不知可否当面探望一下老先生，聊表心意？心意我们领了，但先生不想见客，董老板还是请回吧。又失败了，3天来9次，却连门都没进去。这王老爷子谱也太大了，比诸葛亮都难见。住嘴！再敢胡说，打断你的腿！爸，和平饭店虽然是帝都1等1的饭店，但终究也只是个饭店罢了。咱家堂堂帝都首富，何必这么热脸贴冷屁股？你懂个屁！放眼整个龙国，无论是哪家势力想要在帝都立足，都必须跟和平饭店打好关系，不然别说是帝都首富，就是世界首富来了，也得灰溜溜滚蛋。爸，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！一家饭店而已，有这样的能耐？你还不信？你可知道我董家为何能有今天？这还用说？肯定是我董家3代人努力的结果。大错特错！董家祖籍在东北，你太爷爷当年是得罪了人，逃命才来的帝都。这跟和平饭店有什么关系？你知道你太爷爷得罪的是什么人吗？谁？张作霖。谁？东北王张作霖？北王权势滔天，得罪了他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。你太爷爷哪怕逃到帝都，也无人敢出手保他。万幸的是，他躲进了和平饭店。都那种情况了，他躲进饭店有什么用？和平饭店的规矩，不论外面怎么打，都不许在饭店内动手。这规矩无人敢破，哪怕是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也没有一颗炮弹落在和平饭店。张作霖他也不敢。这也太霸气了！你太爷爷跪求了王老太爷3天3夜，才请得王老太爷出面，只一句话，张作霖便撤了军，从此再没找过麻烦。若非如此，哪还有今天的董家？王老太爷竟然有这般能耐！真正让王家如此超然的，另有其人。谁啊？那人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只知道当初王老太爷被人追杀，受此人所救，才得以保全性命。就因为这么一层关系，100余年来，无论是国内的世家，亦或是国外的豪强，都无人敢得罪王家半点。毫不夸张地说，
当年王老太爷所到之处，哪怕正在打仗，也得停下来等王老太爷走远了再说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王老太爷的背后站着那一位。这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人，所以啊，这和平饭店就相当于一张免死金牌，只要能维持住跟和平饭店的关系，任何时候都能留有一份余地。不过这个故事我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？这些往事都是隐秘，只有极少数家族的老一辈掌舵者才知道，你怎么可能听说？想起来了，就是这个直播间。这老头吹嘘自己是当年救下王老太爷的人，不知是从哪听来的，编排到自己身上。岂有此理！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竟敢拿这件事当噱头，简直是活够了。这人怎么看着有些眼熟？这就是山沟里一老头，您怎么可能见过？是他，真是他，他就是当年救下王家老太爷的那位存在。您确定吗？绝对错不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哈哈哈哈！从今往后，我董家的地位将稳如泰山，无人可以撼动。你赶紧打电话让人准备专机，待会有用。嗯。董老板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说过了，先生不会见你的。管家，麻烦你通传一声，就说我找到昔日王家老太爷的那位恩人了。你说什么？董老板，我提醒你，有些话说出口是要担责任的。如若消息是假的，你董家将就此从这世上消失。我就是胆子再大，也不敢拿这事开玩笑啊！不信的话，您自己看。啊，董老板，稍等。我这一生已经活够了，只可惜还是没能找到我们王家的恩人，完成你爷爷的遗愿啊！爸，别瞎说，您会好起来的。少爷，董家董成求见先生。不是让他走了吗？爸现在这个身体状况，怎么见客？这次不一样，他说找到了咱们王家的恩人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拿这件事开玩笑！看来这些年我王家对他们太过温和，以至于他们认不清自己的身份。帝都董家该亡了。少爷，董成带来了一些证据，您要不先看看？哼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我王家数十年来耗尽人力物力，都没能找到恩人踪影，他董成难不成还能做到？除了让老爷子白高兴一场，还有什么作用？董家若欺瞒先生，无论逃到天涯海角，也是逃不掉的。但哪怕只有一丝可能是真的，我等隐瞒不报，先生恐怕会更生气。证据呢？给我看看。像，太像了，难道真是那位？爸，您醒醒，睁眼看看，这位是不是咱们王家的那位大恩人？恩人，您看清了，真是他。我绝不可能看错。这是谁送来的？是董家的人。快，让他进来。恩人，他在哪？在昆仑深处。昆仑，快停山！按我说的去准备食材，记住，一定要最好的。爹，您去见恩人，准备食材做什么？你爷爷生前为了报答恩人恩情，耗尽毕生心力研制了8道菜式，合称狼轩8珍。可惜他直到死也没能亲手做给恩人吃，这也成了他最大的遗憾。如今我终于有机会替他完成这件事。
狼轩八珍，那可是传说中的菜式。当年大英首相来访，想要品尝，王老爷子硬是没给面子。原来这些菜全是为了那位创造的。可是您的身体……别废话，若不能让恩公吃上这顿饭，我死也不瞑目。快去准备，咱们马上就走。我这就去。老爷子，您若是不嫌弃的话，龙某的专机正好在附近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好啊！从今日起，不论什么时候，我和平饭店都有你董家的一席之地。多谢老爷子，多谢老爷子。您是东北张家张天林，听闻王老爷子病重，特携龙血麒麟节一旨前来拜访。长生九门东北张家，正是。快请进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您来晚了些，我们家先生这会不在。王老爷子不在，去了何处？先生去了昆仑，您若不急，先进来喝杯热茶吧。既然主人不在，张某不便打扰，告辞。M 国传来消息，当地时间9点，金融巨鳄库克和亚瑟同意出让手中全部股份，往后我们张家将取代他们，成为 M 国资本世界3大巨头之一。沙特王室得知您寿诞将至，命人送来100口油井的赠与合同。咱们在法兰克福的布局已经完成，随时可着手操控欧元汇率。这些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父亲，事情办得如何？我没能见到王天成，他去了昆仑。王天成身体虚弱，连走路都难。这种时候忽然去昆仑，为什么？暂不清楚。不过孩儿猜想，这世间能让王天成临死都无法放下的事物，也许唯有和尊主相关的了。查。组长，我们通过关系查到王庭山的上网记录，从白天到现在，他一直在看一个网络主播，还往里面刷了价值100万的礼物。主播，拿来我看看。尊主，真是尊主！尊主回来了！爸，您看清了吗？说什么混账话！我族蒙受尊主赐福，人人无痛无灾，寿余100年，且个个天赋异禀，超越常人。这般再造之恩，我怎会认错尊主？是。我等九门从原本龟缩一城之地，到如今雄踞世界各国，掌握数不清的财势，这一切都是尊主恩赐。如此重要的事，我必须马上告诉你爷爷。父亲，我说过，若非特别重要的事，不得打扰我修行。是尊主，尊主出现了。你说什么？您看。尊主出现了，尊主，真是尊主，尊主，我是小山子。父亲，这只是直播，尊主他听不见。尊主现在在哪？昆仑深处。父亲，咱们现在动身吗？不行，时隔100年，重新觐见尊主，怎可如此草率？承恩，你立刻以我九门之首的身份召开九门会议，让他们共赴昆仑，迎回尊主。是。100余年了，我这把老骨头竟还有希望在死之前见尊主一面，天不保我！哈哈哈哈。开始吧。九门谢家家主已上线。山野许久不见了。九门齐家家主已上线，九门霍家家主已上线，九门吴家家主已上线。这些人每一位掌握的权势和财富，都足以撼动世界诸国经济。如今只因一人的出现，便全部汇聚到一起。诸位，当年一别已于甲子，如今尊主归来，也该是我九门重聚之时了。
老祖宗，你起这么早啊？年纪大了，较少。小梦，你快看你直播后台，粉丝人数已经破100万了，而且平台还给你发来了最高等级的签约合同，真的哎！而且我昨天一天收到的礼物总价值超过1000万了。可以啊，小梦，一夜之间你就成为富婆了。哪有？这些都是托了老祖宗的福。老祖宗，我这直播后台有人私聊我，说自己是食神王天成的儿子，他们很想见你，希望您能答应。也就是说，王老先生要来，真的假的？他昨晚刷了200多万的礼物，应该是真的吧？故人已逝，剩下的因果就让他随风而去，不见。可他私信里说，他父亲命不久矣，唯一愿望就是把他爷爷专门为您研制的菜做给您吃，这也是他爷爷的遗愿。为我研制的菜？叫什么？狼仙八珍。狼轩八珍，那不是传说中的菜吗？当初大英首相都没能吃到，原来是专门为老祖宗研制的。这个小鱼啊，有心了。也罢，你让他们来吧。好。那是世界500强之一天林集团的董事长。那位难道是长业集团的老董事长？那是世界级生物巨头的掌舵人啊，竟然如此卑微！这些都是惊天的大人物，到底是谁能让他们这么卑微？这里就是尊主隐居之地。没错，九门张家张岐山求见尊主。九门谢家求见尊主。吾等求见尊主。终于到了，爷爷，就是这里了。赵家赵无言如约前来拜访萧老先生，求购奇楠木。老祖宗，万宝阁的赵老到了。这么快？估计是求木心切吧。一块破木头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。算了，让他进来吧。萧老先生，久仰了，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，我就简单备了些茶叶，还请老先生笑纳。哦，茶叶好啊，老头我现在挺喜欢喝茶，干脆借花献佛。大龙，去把这茶泡了，招待一下客人。好嘞，老祖。好浓郁的清香，这是什么茶叶？这是我爷爷专门为老先生选的极品太平猴魁。你说啥？这是太平猴魁？这是什么？很珍贵吗？何止是珍贵，我爷爷曾经在拍卖会上花了20万，才买到100克。多少？20万？100克？比黄金还贵啊！这得少说1斤吧，岂不是要100多万？这茶香比我爷爷买的还浓郁。我爷爷说过，他买到的太平猴魁并非是极品，真正的极品太平猴魁价格少说翻个7、8倍。什么？也就是说，这些茶叶价值7、800万？这些都是小钱，老爷子喜欢就好。这小老头还挺能装，心里高兴坏了吧？诸位，快尝尝这太平猴魁合不合口味？这几百万1斤的茶叶就是不一样，满嘴都是香味。萧老先生如何？味道一般啊。啥？一般？老祖宗，这还一般啊？老爷子，这茶叶我爷爷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喝，珍贵着呢，好心送您，怎么还嫌弃？看来老爷子是喝过更好的茶，才看不上我这太平猴魁啊。乖孙，门口那个柜子下面第2个抽屉里有包茶叶，你去拿过来。好，老祖。就这，怎么跟我们的太平猴魁比？啊，好香啊！这香味，莫非是武夷山母树大红袍？你说什么？
武夷山母树大红袍。即便是我不怎么懂茶叶，也听说过这茶叶之王的名号，据说价值连城啊！价值连城已经不足以用来形容这茶叶了，甚至是侮辱。这么夸张？夸张一点也不。要知道，武夷山大红袍本身就很珍贵了，而母树大红袍更是珍品中的珍品。据记载，全世界目前仅存3株大红袍母树，每年的产量加起来也就不到1斤。1斤？那算年份很好的时候了，每年300-400克才是常态，几百年来都是皇室专供，外面人想都别想。这么少？前些年上面禁止开采之后，母树大红袍彻底有价无市，横着钱都买不到，就算运气好弄到一些，也只会收藏，根本没人舍得喝。茶叶本就是用来喝的，舍不得喝，难不成当祖宗供起来？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容易困于俗物。老祖，这茶喝着怎么样啊？乖孙，你也想喝啊？自己去拿，就在下面那个抽屉，应该还有10几斤。10几斤？老爷子，你真有10几斤武夷山母树大红袍？不可能，这东西又不是大白菜，有半两都得烧香，10几斤怎么可能？我操，不是吧阿珍，你玩真的？怎么可能呢？那3棵母树多少年才攒得下来这10几斤茶叶？老祖，你这么多茶叶哪里来的？记不清了，好像是当年在辫子国的皇宫里，末代皇帝的干外婆送给我的。末代皇帝的干外婆，难道是慈禧？好像是叫这名字。我操，真是那个老妖后，老爷子牛逼啊！老祖，慈禧为什么要送你这些茶叶啊？当时朝廷已经不行了，他希望我能出手帮忙，还送了我个什么王府。但他这个人我不喜欢，就没答应。那老妖后那会儿的权力比皇帝都大，他居然求老爷子帮忙。老爷子，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老祖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那个时候您才多大，就认识这种人物了？乖孙，你话说反了，能认识老祖我，才是那些人厉害的地方。老爷子又开始了。帝都和平饭店，王家子孙王天成求见恩公。外面来人了，我去看看。董总，你是？我是赵家的，赵无言是我爷爷。爷爷，快出来看看，董总来了。慌慌张张的，哪个董总？哟，董老板，许久不见了。你是？老朽是万宝阁的赵无言啊。这是哪位？你们都不认识？帝都首富啊！往前倒30年，这位可是帝都商海的真正传奇。这么厉害！卧槽，先是董首富，你们关注点是不是歪了？重点不该是董首富在给别人打伞吗？那老爷子是什么人啊？你们认识？是万宝阁的赵老板，有一面之缘。晚点再叙旧吧，见恩公要紧。赵老板，咱们有空再聊，我们今天有急事。好，好，好，您请。爷爷，那2人是谁啊？我怎么感觉董老板在他们面前小心翼翼的？有些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呢。萧小姐，您知道他们的身份吗？好像是帝都食神吧，叫王什么来着？我也记不清了，老祖认识的人太多了。帝都食神王天成，哇，怪不得连董老板都对他们毕恭毕敬，怪不得。什么怪不得？爷爷，你认识他们？认识他们，我也配。我赵家在他们面前连蝼蚁都算不上。
几位先坐吧。恩公在前，岂可落座？平山扶我跪下。好。老头子对你并无恩情，你因何要跪？老先生对王家有恩，王家对我董家有恩，这就是恩情。更何况老先生是长者，晚辈跪长者，理所应当。赵老先生，您怎么忽然站起来了？我身子骨不行，坐久了腰疼，站会儿舒坦。哎呀，爷爷，你干嘛？给我站起来！我年轻，腰不痛。让你站就站，废什么话？王家子孙王天成叩见恩公。你和你爹长得很像。我爹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恩公您最后一面，将他毕生研制的狼玄八珍做给您吃。他有心了。天成命不久矣，只盼恩公能给个机会，让我能完成我爹的遗愿。既如此，你放手做吧。庭山，快扶我起来，备食材，开锅。老先生，老祖这里的厨房比较简单，恐怕你们用不习惯。无妨，我们带了人和移动厨房，就在飞机上，打个电话他们就来。好了，你出去吧。爹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就你那两下厨艺，能做好狼轩八珍，万一恩公吃了不满意，你爷爷在地下都不能瞑目。可是您的身子……你放心，我就是死也得看着恩公吃下我做的菜，再咽最后一口气。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，这个节骨眼上我撑得住。恩公，八珍已成，请您品鉴。吾等九门中人求见尊主。老祖，外面来了很多人，自称什么九门的，说是要见您。九门难道是？董老板，九门是哪家企业？老头子孤陋寡闻，没听过。九门不是企业，而是9个古老的家族，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就连我父亲也只是听到过些许传闻。家族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这一套？不得胡言，九门传承悠久，族人遍布世界各地，影响力更是庞大。传闻他们暗中掌握着整个世界1半以上国家的经济命脉。什么？这还只是冰山一角而已。长生九门真正的实力，就连我父亲也不清楚。这种级别的人物都来拜访萧老爷子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吃个饭都不安生，让他们在外面等着，烦死了。那个，老祖在吃饭，你们要不晚点再来？不，我们就在这等着，就在这等。要不你们先起来，我看您几位也一大把年纪了，跪在地上不太好。不用，我们就喜欢跪着、站着，膝盖不舒服。我这膝盖咋回事？痒痒的，这样就舒服多了。董老板，这也太没包袱了吧！好歹也是帝都首富啊！啧，董老板说的对呀，以前没发现，年纪大了就得多跪，真是活到老学到老。爷爷，你怎么也……赶紧跪下！没看外面那些大佬都跪着吗？哦。乖孙，进来吃饭，菜要凉了。小姐，快进去陪尊主用膳，这才是要紧事，不用管我们。行吧。老祖宗，怎样？恩公，很久没吃到这样的味道了，看来你爹的厨艺，你学到了精髓。
恩公，您过奖了。爹，您看到了吗？您用毕生心血研制的狼旋八针，恩人他吃到了。爹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爸，您怎么了？老爷子，老爷子，脉搏微弱，元气耗尽，恐怕……别哭，能亲眼看到恩公吃下我做的菜，我死也无憾了。爹，王老爷子真是重情重义啊！小屁孩一个，别动不动把死字挂在嘴边，不吉利，乖孙。哎，老祖宗您说，去窗台上把那花瓶拿来。您说的是那瓶水晶兰？把花瓶里的水为他喝下。您说什么？喝了？恩公，这花瓶里的水怎么能喝呢？是啊，老祖宗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让你们喂他喝，照做就行了。至于为什么，待会你们就知道。别犹豫了，老祖宗既然这么说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好。活过来了，爹，您真活过来了！我操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王老爷子明明只剩一口气了，只喝了一口老祖宗养花用的水，就返老还童了。老祖宗没骗我，这水真能喝，而且还大补。卧槽，我没看错吧？真活了！何止是活了，连白头发都变黑了，脸上皱纹也少了很多，简直返老还童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爹，是恩公救了您啊！恩公让我给您喂了一口这花瓶里的水，您就活过来了。恩公，您这水……就是外边的河水，只不过我常年在河畔修炼，这些水刚好沾染了我的些许灵气。修炼灵气？老祖，你没开玩笑吧？听着跟小说似的，该不会喝了这水还能长生不老吧？那倒是不至于。不过给小王延寿个20来年还是没问题的。多少？恩公，您说的是真的？我爹他真的可以再活20年？放心吧，只要他出了门，别从山上直接跳下去，好好过日子，保他将来20年里无病无灾，说不好能把你这当儿子的给送走。这太神奇了，竟然真有能让人返老还童的手段。萧老先生莫非真是神仙？尊主的手段愈发深不可测了，随手施为就能令人枯木逢春。想当年，我等九门老祖只因尊主赐予一滴鲜血，便得了长生血脉，人人可活够100余年，天赋异禀者甚至能活2、300载。是啊，尊主他早已超脱常人的界限了。太好了，爹，您听到了吗？您还能再活20年呢！恩公再造之恩，我无以为报，只求恩公准许让我留在恩公身边，给您当个厨子。我们这段因果，在你爹王小鱼死的那一刻就该结束了。老头子出手改你阳寿，已是看在你们一心报恩的份上。恩公，回去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您的大恩，王家必将永世铭记。王食神，萧小姐，怎么了？老祖喜欢吃您做的菜，我能不能拜你为师，跟你学一手，以后做给老祖吃？小姐，千万别说什么拜师，折煞我了。您能看得上我这做饭的手艺，是我的荣幸。庭山，把我的手机拿来。我和我爹都是做了一辈子菜，所有的心得都在这里了，希望小姐能用得上。谢谢王食神。萧老先生，我们也先告辞了。爷爷，咱不是来买奇楠木的，怎么就走了？老先生这种人物，压根就不缺钱，谈生意什么的，简直就是对老先生的侮辱。来都来了，也别空手而归。大龙，去给我那柜子锯几个腿，让他们带走吧。好，老祖。
多谢老先生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老祖，您为什么不让王家人来了？我感觉王食神刚才可伤心了。乖孙，在这世上，任何事物都只会陪伴你一段时间，你要学会接受任何人的离开，不然就会自添烦恼，活得不自在。老祖，难道你也会离开吗？可我才刚找到你，我就您这一个亲人了。老祖，您别离开乖孙好不好？乖孙不想再当孤儿了。放心，老祖暂时不会走。外面跪着的姓张的小子进来，其余人就别来了，人太多，看着心烦。尊主召见我了，尊主终于召见我了。你们先跪着吧，我去陪尊主了。哟吼！我呸！看给他得意的。张家后人张岐山参见尊主。没记错的话，当年我离开的时候曾经说过不要来找我，看样子你们没把老头子我的话放在心上。我等不敢，这些年我们按照尊主您的意思游走于世界各地，积蓄财力和人力，默默守护龙国，不敢有半点怠慢。所以你们今日是来邀功的？不，目前我等势力初成规模，有能力对当针对我龙国的各国势力进行反击，此举干系重大，我等犹豫不定，才想着请尊主您定夺。哦，那看样子你们干得不错，起来说话吧。谢尊主。你说的那些事，你们自己做主就好。老头子老了，不想管那么多。明白了。我只有一点要求，三思而后行。这片大地的百姓经历过太多苦难，别再让历史重演了。尊主放心，我等一定谨记。老祖，您先吃饭吧，菜都快凉了。乖孙，还有你们几个小家伙，坐下一块吃吧。谢谢老祖。老祖，人有点多，位置不太够啊，您这还有凳子吗？我去砍棵树，现场做几条。不用，你们坐下吃。至于他，端个碗蹲门口吃去。这不太合适吧？合适，太合适了！我就喜欢蹲门口吃饭，那才香呢。谢尊主。哎呀，尊主赏赐的饭闻着都香，你们看看这肉这菜。姓张的，我给你一座南非的金矿，你把那块肉给我吃。谁还没几个金矿？我稀罕你的。就是老张，我吴家在欧洲有几家市值1000亿的公司，你随便挑一个，那块肉给我。1000亿的小公司也配换尊主赐下的肉？张大哥，我霍家给你2家市值5000亿的，我不要肉，来1筷子青菜就行。霍老妖婆，你在这抬价是吧？老张，不管他出多少，我翻1倍。吴老狗，你至于吗？不就是一碗饭菜，你疯了？哼，钱没了还能再挣回来，尊主赐下的饭菜，老子这辈子都只能吃到这一次。那我再加1倍。行了，别争了，我说要卖了吗？搞得谁缺钱似的，我自己吃。张岐山，少吃2口，给我留点。放开，别抢，这是尊主赐给我的。老祖，外面好像打起来了。不用管他们，多少年了都是这个德行，随便什么东西都喜欢争来争去的。老祖，有没有可能他们只是喜欢争和您有关的东西？对，肯定是您在他们心里的分量太重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。仔细想想，我还是最喜欢很久以前，我还是普通人的那段时光，多自在啊！不像现在，走到哪都担心被认出来。我去，老祖宗也太会凡尔赛了吧！
吃饱了，不愧是食神做的菜，太好吃了。是啊，以前只觉得妍姐做饭天下第一好吃，现在看来，现在怎样？现在妍姐做的是天下第二好吃，也好吃。哼，小家伙，底子不错啊。老祖，您还没睡呢？年纪大了，觉少。我看你的拳法路数有些眼熟，像我很久以前认识的一个人。您的这位朋友也会武功吗？厉不厉害？他的天赋不错，比你厉害一些，就是当时太年轻，为情所困，干了一些蠢事。为情所困？老祖，您快详细说说，我最爱听八卦了。乖孙，你怎么知道我说的那人的武功和八卦有关？什么武功？老祖，小梦说的八卦不是您理解的先天八卦，大概是传闻和绯闻的意思。原来是这样。哎呀，老祖，别管那些，你快讲故事嘛。好，算起来那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。那小子当年才10来岁，遇上了一个姑娘，一见钟情。10来岁，这么早熟吗？以前不管男的女的，成家都早，女人14岁嫁人生子比比皆是。可惜那个姑娘心有所属，喜欢当时一个名满江湖的大侠，眼里根本没有别的男人。这么惨？那小子心有不甘，决心证明自己，于是苦练武学。奈何没过多久，他心仪的女子便大彻大悟，遁入了空门。那他岂不是一点机会都没了？是啊，他那时武功已有所成，心中郁闷难解，怒而下山，一人一剑杀向江湖中所有的魔门。这一杀就是足足60年。60年，那得杀多少人？那几年，江湖上的高手几乎都被他给杀断代了。当时人们还给这件事起了个名字，叫甲子荡魔。甲子荡魔，好霸气的名字。霸气什么？他杀戮太久，滋生了心魔。若不是正好遇上我，恐怕就要沦为一个只知杀戮的魔头了。老祖，您救了他？是啊，他那时性子太直，杀性太强，我就跟他讲道理，劝他慢一点，静一点，别着急。老祖，您不都说他杀人杀红眼了吗？那种时候您这样说话，他还能听得进去？刚开始确实听不进，总提着剑想砍我。老祖我一巴掌，让他躺在地上冷静了半年，终于听劝了。一个杀人杀了60年的狂魔，被老爷子一巴掌扇得在地上躺了半年，老爷子到底有多猛？那后来呢？后来啊，他就想开了，想要拜我为师。我被他磨得不耐烦，就收他当个记名。之后听说他还自己开了个道场，貌似弄得不错。这听着跟武侠小说似的，好不真实啊！这话说的，老祖能骗乖孙你吗？那小子后面为了感谢我帮他镇压心魔，还把他用了大半辈子的佩剑送我了，就在老祖床底下放着。我去找。老祖，是这个吗？没错，就他。这是真武剑。大龙，你认识这把剑？老祖，这是我们真武山的镇派神兵，悬挂在祖师堂里，年年祭拜的。那这把剑怎么会在老祖这里？难不成真武剑有2把？不应该啊，我师父没跟我说过。真武山名字有点耳熟，好像那小子当初创建的道场就是这个名字。不是吧，老祖？您说的那个人，难道是真武山的开派祖师三丰真人？三丰不是，他不叫这个名字。我说呢，吓我一跳。他姓张，叫张君宝，
也不知道你们这些小娃娃听说过没有？这糟老头子竟敢胡说八道，编排我真武老祖，真当我真武无人吗？你说谁是糟老头子？师傅，大晚上的不睡觉，又在这偷偷玩手机，明日早课还上不上？我错了，师傅，我就是偶然发现大龙师弟出现在了直播上，想着多看两眼，没想到发现一个神棍，竟敢编排我真武山。有这种事？是啊，师傅您看，那老家伙还拿出了一把假的真武剑，说是咱们三丰祖师当年送给他的，怎么可能嘛？这莫非传说是真的？什么传说？这位大爷，你谁呀？九玄太师祖，您出关了。师傅，他谁呀？不得无礼，这是我太师祖，至少200岁高龄了。无法，方才听你们在聊什么传说？我去，200岁，那不是老祖宗级别，看着也就60啊，真成神仙了。是我门下弟子在外面又发现了一把真武剑。你说什么？而且那持剑之人还说什么剑是三丰祖师送的，三丰祖师是他的记名弟子，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嘛！你说的那人在哪里？好像是在昆仑，不太清楚。怎么了？昆仑。玄武钟响了，那口破钟真会响啊，我还以为是坏的呢。这是祖师爷的剑意，果然真武剑真的出世了。太师祖，难道真武剑真的有2把？一雄一雌。真武剑乃我真武祖师爷三丰真人斩妖除魔的佩剑，怎么可能有2把？我就说嘛，外面那把肯定是假的。不，我们这把才是假的。我不行啊，老祖宗，我武功太低了。既然祖师爷说你不错，那就错不了。武功低怕什么？没看到祖师爷在这吗？祖师爷随便指点你2句，都够你受用几辈子了。可是我师父说了，不能乱学别人教的武功。胡说八道！我真武山从来是开放的、包容的，没这个规矩。而且祖师爷是别人吗？那是咱真武山的祖师爷，你那师傅也是个蠢货。冤枉啊！太师祖，我没说过，你个小兔崽子，别污蔑为师啊！这可是连三丰祖师爷都指点过的存在，能被他指点哪怕1、2句，是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分。这臭小子这时候犯什么混？你们这是把老头子我架在火上烤了。祖师爷，我们哪敢呐？说到底，这都是咱自家孩子嘛，您也不用多教，随便教那么2、3句，够他用到下辈子了。这小子嘴笨，我先带他谢谢祖师爷了。老祖，我跟大龙也是很多年的朋友了，你就教教他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乖孙都发话了，而且我看这小子也算顺眼，那就教一点。大龙，过来。傻小子，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滚过去！老祖，您的意思是三丰真人是您的记名弟子？你们说的要是张君宝的话，那就是他了。天哪，三丰真人可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武道大宗师，老祖能当他的师傅，您的武功也一定很厉害吧？武功我没练过那东西，我修仙的。夜空什么啊？
老祖，你看，天上有人在飞。啊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？来了个有意思的小家伙。真武山第36任掌教林九玄恭请祖师爷圣安。真武山掌教，大龙，那不是你师傅吗？我师傅是第40代掌教，第36代就是我师傅的师傅的师傅。这么算，少说有100-200岁了吧？这个世上难道真有修仙者？真武山的前几任掌教喊老祖为祖师爷，咱老祖这辈分也太高了。我就知道老祖宗说的是真的，这个世界果然不是这么简单。你是张君宝的徒子徒孙，回祖师爷。正是，我只是指点了他几句，不算他真正的师傅。祖师爷这称呼大可不必。三丰祖师爷曾留下言语给后人，若没有您的指点，便没有后来的他，也没有如今的真武。也罢，你们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吧。弟子武大龙拜见师祖宗。你是我真武弟子？正是。这小子不错，赤子心性，可以培养培养。多谢祖师爷点拨，你叫大龙是吧？往后你就是我真武山的下一任掌教。我不行啊，老祖宗，我武功太低了。既然祖师爷说你不错，那就错不了。武功低怕什么？没看到祖师爷在这吗？祖师爷随便指点你2句，都够你受用几辈子了。可是我师父说了，不能乱学别人教的武功。胡说八道！我真武山从来是开放的、包容的，没这个规矩。而且祖师爷是别人吗？那是咱真武山的祖师爷。你那师父也是个蠢货。冤枉啊！太师祖，我没说过，你个小兔崽子，别污蔑为师啊！这可是连三丰祖师爷都指点过的存在，能被他指点哪怕1-2句，都是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分。这臭小子这时候犯什么混？你们这是把老头子我架在火上烤了。祖师爷，我们哪敢呐？说到底，这都是咱自家孩子嘛，您也不用多教，随便教那么2-3句，够他用到下辈子了。这小子嘴笨，我先带他谢谢祖师爷了。老祖，我跟大龙也是很多年的朋友了，你就教教他吧。好，我乖孙都发话了，而且我看这小子也算顺眼，那就教一点。大龙，过来。傻小子，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滚过去！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佛门灌顶之术？那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老祖我很多年前就不用了。这就结束了？等着吧，他能悟透多少，就看他自己的了。这是太极武道。太极者，无极而生，动静之机，阴阳之母也。我去，我看到了什么？这一招顿悟，踏入大宗师之境，老夫用了足足80年才踏入这一步啊！大宗师很厉害吗？
当今龙国估计找不出一手之术，多少人苦修一生都达不到的境界，祖师爷随手便造就了，当真是骇人听闻。多谢祖师爷指点迷津。你的悟性还不算差。行了，老头子要休息了，你们该去哪去哪吧。祖师爷，您要不去真武山小住几日，也让我们这些晚辈表表心意？不必了，我在这里挺好的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大龙啊，你待在这，好好侍奉祖师爷，知道了吗？放心吧，师祖宗。萧晨，出生年月不详，查阅不到任何相关信息，也没有任何在册的档案。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，他很可能是存活了800年以上的长生者。800年可信吗？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但我们找专家鉴定过他的一切相关痕迹，包括价值亿万的家具、植物等等，就连和平饭店王天成的身体状况也确实转好了，再活20年没有什么问题。如果真有这种人存在，对我们整个社会方方面面都存在难以估量的重大意义。我们刚刚收到消息，发现倭国、英国、M 国等20余个国家的间谍入境，目标直指昆仑山脉。这群牲口鼻子真灵啊！通知下去，给我严防死守。萧晨是我龙国的长生者，他们也配打主意？是。我们已深入昆仑山脉，暂未发现目标动向。谁？一群藏头露尾的鼠辈也胆敢打尊主的主意，给我拿下！马卡亚路！尔等倭人，当我真武山无人，众弟子听令，一个不留。谁要是放跑了，打扰祖师爷清静，别怪我不讲情面。是。一群蚊子，烦都烦死了。老祖，哪有蚊子啊？乖孙把您赶走。蚊子还没到这，在山脚下。小梦，你快看，你的直播间人数破亿了！不光是龙国，世界各地的网友都在看你直播呢。对，而且我刚还看到消息，现在世界各地的历史、生物、医疗，总之只要是有点名气的，全在往昆仑赶。想要拜访老祖呢。唉，这个清净地也快不清净了。怎么，这不是好事吗？老祖看着不太高兴啊。你觉得对于老祖这样的人来说，出不出名还重要吗？是啊，不难看出来，老祖以前是多么风光的人，尘世间的名和利对他而言根本没有任何意义。都怪我应该开直播，害得老祖没了清静。我现在就把直播间注销了。恐怕已经来不及了。现在老祖火遍全网，世界各地的人都知道了。那怎么办？没事的，乖孙。老祖活了这么多年，什么事没遇到过？我要真想躲清静，就算把全世界的人都拉来，也找不到我。不过正好，当着天下人的面，老祖送你一份礼物。什么礼物啊？1000年已至，此时不化龙，更待何时？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龙，是真龙。网上说的没错，昆仑山上果然有神仙。龙，居然真的有龙！首相阁下，金龙出世乃是天赐之机。史书记载，若能夺得龙珠，有望获得无穷力量，长生不老。九局一派所有阴阳师全部出动，不管用什么样的代价，必须拿到龙珠。好意。这世上真的有龙啊！我一直以为是神话呢。小梦，老祖真是神仙啊！
老祖不会想把这条龙送给你吧？好一头四爪金龙，血脉还算纯正，用你这1000年修为来铸就我乖孙的修行之基，勉强够资格了。老贼，我已成功化龙，修为大增，你还想肆意拿捏我？做梦！好个孽畜！也罢，老夫很多年不曾动手，正好用你活络筋骨。我错了，上仙，求您念我1000年修行不易，放我这一次吧，上仙。这些年，老夫在河边修行，你就在河里偷食灵气，今日就当还给老夫了。乖孙，接好了，盘腿坐下，老祖传你心法，炼化这股力量。平心静气，静守关元。这颗龙珠的力量对于你这肉体凡胎确实磅礴了些，不过有老祖在，你也不必担心。不愧是老夫的乖孙，天赋果然不弱，这么快便能入门。老祖，千梦他没事吧？放心，有老夫在，便是阎王亲自来了，也不敢收他。那就好，那他什么时候能醒？等他初步炼化龙珠的力量便可以了。老祖，这世上真的有仙吗？仙自然是有的，只是不在这个世界。自数千年前仙人2界的通道关闭之后，成仙就很难了。那老祖您也做不到吗？还差一点。没想到你们9局家族都来了。龙珠，我大和势在必得，谁也阻止不了。抱歉，这话你们说了不算。英国的圆桌骑士、教廷、守护者密会、光明会来得真齐啊！我劝你们放弃抵抗，想对抗我们这么多的强者，凭你们一国之力根本做不到。是吗？以一国之力对抗全世界，这种事我龙国也不是没做过，又有何惧？小梦，你醒了。多谢老祖。感觉如何？说不出来，就是感觉浑身都轻松了，充满了力量，像是脱胎换骨一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是我萧晨的后代，根骨本就不差，如今有真龙1000年修为，替你一经洗髓，增强本源，足可为你奠定成仙之基。成仙？老祖，我真的可以吗？只消等一个契机，不难。哇塞，小梦，你能成仙了啊！好羡慕。老祖，小梦她还要等什么契机呀？等我飞升。老祖，您要走了？老夫闭关多年，距离成仙只差半步，却始终不知如何突破，心中如同有一道无形之墙，直到见了乖孙你，方才明白。明白什么？原来我这心里对于后辈子孙并不能做到真正放心。如今将你安排妥当，这人世间终于再无值得我牵挂的东西了，我也能放心离去。老祖，不走行不行？傻丫头，仙人2界通道封锁太久，桎梏坚如神铁。若老祖不走前面，替你开辟出一条路，将来你又如何能飞升呢？好好修行，将来你我祖孙仙界再见。老祖，不好了！我国的9局一派、土御门家族、英国的圆桌骑士、埃及的守护者密会，世界各国的隐藏势力正在围攻昆仑。什么？我师父他们被团团包围，情况危急，您快救救他们吧！一群番邦蛮夷、跳梁小丑，这么多年依旧贼心不死，妄图侵我龙国。也罢，老头子临走之际，再为后世子孙积点福报。
真是两个疯子！临死前还要换掉我们大半的精锐，杀了他们，再去抢龙珠。龙国有这样的强者，不能留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恐怖的气息！这难道是龙国的神明吗？犯我龙国者，杀无赦！不可能，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强大的力量？我不信。多谢尊主赐予我等再生。多谢祖师爷。本座修行1000年，终于功德圆满。今日于昆仑祖脉登天成仙，将留一份仙力，庇佑我龙国气运万万年。多谢仙人。开天门。真武弟子恭送祖师爷。长生九门子弟，恭送尊主。老祖，小梦，你别伤心了。老祖这样的人本就不该留在尘世间。是啊，小梦，老祖成仙了，你该替他高兴。既然老祖走了，咱们是不是应该离开了？我决定了，我不走了。你不走了？你要留在这儿？我要和老祖一样，在这里修行。直到飞升的那一日，去仙界找他老人家。那得多少年啊？不管多少年，我和老祖约定了仙界见，就一定不能让他失望。老祖，等着乖孙，乖孙很快就来找您。在这之前，乖孙会替您守护好龙国。小梦，你真的决定了吗？一个人留在这昆仑深处。这里离老祖最近，灵气也最充沛。我要在这里修行，直到飞升仙界，与老祖重逢。这里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确实足够支撑一个人长期隐居，但小梦，修行之路漫长且孤独，我知道你们担心我，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也是我对老祖的承诺。你们不用担心我，老祖留下的东西足够我用了。小梦，你放心修行。俺现在是真武山下一任掌教了，俺会经常来看你，给你送吃的。谁敢来打扰你，俺第一个不答应。千梦，陆家在外面还是有些能量的，你需要什么，随时联系我，我们都会支持你的。谢谢你们。不过在正式开始闭关前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做。各位家人朋友们，我是萧千梦。老祖萧晨已于昨日功德圆满，飞升仙界。在此，我代表老祖，也代表我自己，向大家宣布几件事。第一，自今日起，我将继承老祖遗志，于昆仑山深处清修，不再参与世俗纷扰。我的直播生涯至此结束。第二，老祖虽已离去，但他心系龙国。他曾言，留有一份仙力庇佑龙国气运，望诸位同心协力，守护家园，不负老祖期望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周思妍姐姐、张雨玲姐姐、武大龙、陆明泽，老祖离去前曾对我有所嘱托，他感念你们与我情谊深厚，且各有天赋缘法，特意为你们留下了指引。思妍姐，你精通生物医药，心性沉稳。老祖说，在那木屋书房第3排书架，有一册他游历四方时记录的百草丹经，内在诸多失传丹方与灵芝培育之法，或对你的研究有所注意。老祖，他竟还记得我，谢谢，谢谢老祖，谢谢小梦。雨玲姐，你出身考古，与古物有缘，性格跳脱却灵性十足。老祖在卧室床下的暗格里留有一卷五行遁术初解与一枚土灵符，或许能让你在未来的探索中多一份保障。五行遁术，真的吗？老祖万岁！小梦我爱你。大龙，你已是真武山下任掌教，武道根基已固，
老祖让你不必执着于招式，多感悟他留在你真武剑意中的那缕太极真意，有武入道，前途可期。祖师爷放心，大龙一定努力。明泽，你心思活络，善于经营。老祖言，世间万物皆有其道，商道亦可达天。他屋后那棵老茶树，每年所产茶叶蕴含微薄灵气，便交由你打理，望你善用此物，莫负其效。多谢老爷子，不，多谢老祖，我一定不负所托，将这灵茶经营好，所得收益也定会用于正道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诸位珍重，我们仙界再会。五行遁术初解，土灵符，哈哈！以后下墓啊，不是，是考古探索，看谁还能拦得住我。这简直是生物学的瑰宝，老祖的学识真是深不可测。动静之机，阴阳之母。祖师爷，我好像有点明白了。灵茶，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，不是修行资源。老爷子，不，老祖真是给我指了条明路啊！姐妹们，大龙、明泽，咱们得了老祖的赏赐，也不能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，不是？我决定了，我要回东北老家一趟。我们张家旁支一直不受重视，有了这五行遁术和老祖的名头，我看谁还敢小瞧我们？共同努力，不负老祖恩情。老祖，乖孙已经安顿好了，朋友们也都找到了自己的路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修行，早日来仙界寻您。雨灵，你这遁术果真是那位萧老祖所传？回族长，千真万确。老祖念我与千梦情同姐妹，故赐下此法，以期我在在探寻古物时能有所注意。没想到我张家旁支竟有如此机缘。此术玄妙，远超我族传承的一些粗浅机关术。雨灵，你既得此机缘，便是我张家之幸。以老夫看，当擢升你为内堂执事，专职负责古墓勘探与家族秘藏整理，你可愿意？雨灵遵命，定当竭尽全力。实验表明，生机1号能极大促进细胞活性与修复能力，对组织再生、延缓衰老有显著效果，且无毒副作用。这是划时代的突破啊！小周教授，你这项研究足以改变未来医学格局。国家将会全力支持这个项目，需要什么资源尽管提。诸位，昆仑灵茶首批预售已告罄，接下来我们将实行会员配额制，同时集团将成立消沉基金会，每年利润的50%将注入基金会，用于支持科研教育和传统文化保护。阿弥陀佛，吴掌教年纪轻轻已得武道真谛，踏入先天之境，真乃武灵之福。真武山有萧老祖遗泽，又有吴掌教这等天才，复兴在即啊！安倍大人玉碎，我9局一派精英尽丧昆仑，此仇不共戴天。萧晨已飞升，但他的玄孙女和那些得到好处的人还在，动不了萧晨，还动不了他们吗？萧晨飞升，仙力遗留，必有龙国契约是事实，但仙力并非无所不能，总有缝隙可钻。那个叫张玉玲的女孩不是得到了遁术吗？或许我们可以从她或者她所在的张家入手。龙国的长生家族底蕴深厚，但也并非铁板一块。筑基之后，神识强大了很多，但精细操控还差得远。老祖说过，修行需循序渐进，急不得。大家都很努力呢，我也不能落后。
就是这里，大家小心，跟我来。承袭。什么人敢动我张家的人？雨灵那边出事了，是倭寇余孽。父亲，我带人去支援。来不及了，对方有备而来，而且似乎有针对盾术的方法。雨灵的土遁被限制了，为今之计，只能尝试联系昆仑那位了。虽然老祖飞升，但萧千梦小姐已得真传，或许她有办法。心神不宁，是雨灵姐，她出事了。不行，距离太远，传讯运符效果不佳，我必须想办法帮她。老祖说过，筑基之后可初步神识外放，感应与自身因果牵连之人。我与雨灵姐气息相连过，又有老祖留下的玉佩气息为引。找到了，老祖助我！是，雨灵姐，借力。龙气？怎么可能？撤！小梦，谢谢你，老祖宗。事情就是这样。果然是他们9局一派的残党，竟敢如此明目张胆。他们似乎掌握了某种能干扰甚至克制遁术的结界或法器。这次若非千梦小姐及时相助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此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必须让倭寇付出代价。自然，不过当务之急是加强我们自身的防备，尤其是对千梦小姐那边的关注和联系。雨灵，你与千梦小姐关系最近，此事由你负责。是，族长。张家张岐山求见萧千梦小姐。张老先生不必多礼，请进。小姐，此地真是洞天福地。老夫此次冒昧前来，一是感谢小姐日前出手救下雨灵那丫头，保全了我张家颜面；二是代表长生九门送上一些修行资源，聊表心意，望小姐笑纳。张老先生客气了。雨灵姐是我的朋友，出手相助是应该的。至于资源，多谢诸位好意。另外，关于倭寇余孽之事，我九门已联手真武山等势力，开始清查围剿，定不会让他们再打扰小姐清修。有劳诸位了，我修为尚浅，还需潜心修行，外界之事便拜托各位了。分内之事，老夫告辞。计划失败，那张雨灵身上竟有萧晨留下的护体龙气，我们损失惨重。并非萧晨本体之力，是其玄孙女借龙珠引动的一丝微末力量。看来萧千梦此女虽修为尚浅，但已能初步运用龙珠之力，潜力不容小觑。那我们接下来该如何？硬碰不明之。萧晨飞升，先例必有龙国，直接针对其核心关联者，风险太大。但我们可以从侧面入手，比如制造混乱，削弱龙国气运，或者寻找能污染、克制龙气的污秽之物。我记得西方那些吸血鬼和狼人的古老圣器中，似乎有类似的东西，或许可以合作。老祖，您看到了吗？乖孙在努力呢，总有一天我会凭借自己的力量守护想守护的一切。陆先生，久仰。我代表诺菲勒家族对贵公司的昆仑灵茶非常感兴趣，我们希望获得欧洲的独家代理权，价格不是问题。感谢贵家族的厚爱，不过
昆仑灵茶产量有限，目前仅供应龙国境内及部分友好地区，而且我们需要对合作伙伴进行严格的背景调查。理解，我们家族历史悠久，与龙国也曾有过一些渊源，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些特别的信息来换取合作的机会。哦，什么信息？我们注意到，最近似乎有一些不友好的目光投向了与萧晨老祖有关的人和物，比如东北的张家以及昆仑山本身。据我们所知，某些黑暗中的存在正在寻找能够侵蚀神圣力量的古老遗物。多谢告知，此事我会密切关注。至于合作，容我考虑，再给答复。明泽，你传来的消息很重要，我这边通过一些渠道也查到，国际黑市上最近确实有人在暗中搜集与诅咒污秽相关的古代文物，出处大多与欧洲的黑暗传说有关。看来他们贼心不死，想用歪门邪道来对付我们。思妍姐，你的升级1号项目树大招风，也要多加小心。我知道，实验室的安保已经升级，而且我根据百草丹精改良了一种清灵伞，能一定程度上抵御邪会入侵。我会尽快分发给小梦、雨林他们。大龙，你进步神速，太极真意已融入骨髓，但修行之人不仅修力，也要修心。外界风波渐起，你既为掌教，当时刻警惕。师祖宗放心，俺明白。真武山弟子已分批下山，暗中护卫与老祖相关的各方。只要那些魑魅魍魉敢露头，俺的拳头可不认人。老祖，您才离开不久，风波就又起了。看来想要真正的清净，还需要足够的力量来守护。不管来的是谁，想破坏老祖留下的安宁，想伤害我在意的人，就先过我这一关。总算完成了。这小五行迷踪阵和基础预警阵虽然只是入门级阵法，但结合老祖留下的玉佩气息和龙珠之力，应该能抵挡和预警大部分不怀好意的窥探了。思妍姐，根据百草丹精改良的丹药果然不凡，光是闻着就觉灵台清明。马库斯阁下，您的提议很大胆，但对付与真仙有关的存在，风险是否太高了？风险与收益并存，威廉。萧晨飞升留下的不仅仅是庇佑，更是一个力量的真空。他的玄孙女继承了龙珠，是移动的宝藏。那些东方修士依靠他的余音迅速发展。难道你们诺菲勒家族就甘心永远隐藏在阴影中，看着他们壮大？可是，龙国的气运，气运并非坚不可摧，只要找到合适的钥匙，就能撬动它。我们暗夜议会已经找到了线索，一件流落在外的，曾经被该隐之血浸染过的圣器碎片，它蕴含的污秽与诅咒之力足以污染龙气。急死了！碎片在何处？根据情报，可能在撒哈拉沙漠深处，一座被遗忘的法老陵墓中。我们需要精通前行与探索的伙伴，你们诺菲勒家族以及我国的那些忍者残党是不错的选择。合作可以，但得到碎片后如何分配？各取所需。我们要萧千梦和龙珠，你们可以分享龙国气运被削弱后的红利。至于倭人，他们只要复仇和那些修士的性命。张小姐，很高兴你能加入这次探索。据说这座新发现的金字塔隐藏着古埃及一位神秘法老的秘密，可能与某种超自然力量有关。博士过奖了，我只是对古文明感兴趣，希望能有所发现。陆明泽传来的消息显示，诺菲勒家族和某些黑暗势力最近对这片区域异常关注，这次考古队里恐怕混进了不干净的东西。正好借这个机会看看他们到底想找什么。来了，果然有阵法守护，气息很纯净，但还不够强，等待时机。不是实体攻击，是精神层面的窥视。看来真的被盯上了，必须尽快提升实力。看这些符号，记载着永生与黑暗的契约。
果然有鬼。下面有很强的能量反应，非常阴冷污秽，还有复杂的机关。张小姐，你真是天生的探险家。找到了，圣器碎片就在这里。住手！不能破坏考古现场！木乃伊复活了！博士，快带人退出去！这些怪物不怕普通子弹。那个装置在吸引怪物，难道那就是他们要找的圣器相关物？比上次多维持了3席，有进步。雨玲姐那边不知道怎么样了，我必须更快变强，不能总是被动等待。太可怕了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的考古。张小姐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博士，此地不宜久留，那个装置和棺椁里的东西，恐怕牵扯到很危险的力量。废物，连这点事都办不好，碎片没拿到，还损失了一个高级眼线。不必动怒，威廉，至少我们确认了碎片的确切位置，以及那些木乃伊守卫的实力。张雨林的表现也超出了预期，他身上的土遁术和那丝微弱的东方能量很有意思。现在怎么办？强攻那座金字塔？不，那样代价太大。既然硬的不行，就来软的。我记得张雨林所在的东北张家，似乎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。或许我们可以从内部寻找突破口，比如一些对现状不满、渴望力量的人。张先生考虑的如何了？我可以提供让你在张家内部迅速上位的资源，甚至超越凡人的力量。你只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提供一些便利。你们真的能帮我坐上长老之位？当然，首先我们需要你留意张雨林的一举一动，特别是他从那位萧老祖那里得到了什么，以及他下次重要的探索任务信息。常规修炼太慢了，我等不了。老祖说过，龙柱至阳至刚，若能引星力中和淬炼，或可加速融合，提升肉身强度。成功了，虽然痛苦，但值得。情况就是这样，雨林在沙漠里遇到了大麻烦，对方的目标是一件能污染龙气的邪门圣器碎片。诺菲勒家族和那个所谓的暗夜议会已经浮出水面。我这边加紧改良清灵伞，希望能应对那种层级的污秽。另外，我会通过学院渠道提醒官方注意这些境外黑暗势力的渗透。这帮龟孙子不敢明着来，净玩阴的。俺已经让几个机灵的弟子暗中保护雨林妹子回国的路线了。真武山上下随时准备干他娘的。我们信息共享，行动协同。老祖不在了，我们更要团结，绝不能让任何人伤害小龙，破坏老祖留下的基业。频繁的能量爆发，不稳定，似乎在强行提升。
机会快要来了。雨灵侄女，这次辛苦了啊！听说你在外面遇到了大危险，没受伤吧？谢谢永贵叔关心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这次立了大功，家族肯定会重赏。对了，听说你这次能脱险，多亏了萧老祖传下的遁术和千梦小姐的护身符，真是令人羡慕啊！都是老祖和千梦厚爱。不知千梦小姐如今在昆仑可好？修行是否顺利？她一个人若是需要什么资源，我们张家也好及时支援。千梦一切安好，修行之事我等不便过多打扰。资源方面，老祖宗此前已有安排，不劳永贵叔费心了。永贵叔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关心千梦？有点反常，得提醒一下千梦和小龙他们。阵法有了一丝破绽，虽然微弱，但足够。去，孩子们，去试探一下，看看我们这位小公主到底成长到了什么地步。